不知道大家最近在市场上有没有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这几年股大多头，然后 ETF 也相当盛行。在这种推波助澜下，许多散户疯狂使用这个股票质押来扩张信用，甚至一度发生了什么国内券商的法定放宽上限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排队拨款的奇特现象。很多人看到别人把手上的台积电高股息 ETF 拿去抵押，借钱出来继续买，觉得这简直就是无本生意的完美印钞机。但是这真的是无风险的财务外挂吗？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议题，就是股票质押的优缺点以及策略分析。我会一步步的带你搞懂什么是股票质押，怎样借最划算。更重要的是，我会告诉你那条如果不小心跌破，就会让你倾家荡产的130% 的断头生死线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近期有考虑股票质押的，或者你已经把股票拿去质押的，这支影片请你务必看到最后。在开始前，大家记得先按赞这部影片，订阅我的频道。如果大家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先来厘清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股票质押？股票质押又称作股票贷款或是股票抵押。简单来说，就是投资人把持有的股票当作一种担保品，向银行或是证券商等金融机构申请借款的一种融资方式。记得是银行跟证券商都可以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去当铺典当，你把一只名表放当铺换现金，而股票质押就是把股票抵押给券商或银行，让券商或银行借给你一定比例的现金。就相较于传统的把股票卖掉来换取现金，股票质押最大的优势在什么？就是你不必卖出股票。它有4个让投资人爱不释手的优点。第一个就是快速取得资金，对于短期需要资金周转、应急或是突然看到极佳投资机会的投资人来说，它能迅速的将资产转化为现金流。那第2个就是保障股东权益，这个是最重要的。即使你把股票拿去质押了，这张股票的所有权依然是你的。这意味着在质押的期间，你依然可以翘着2郎腿继续领你的股息，甚至去开股东会拿股东会纪念品。这对长期的存股族来说，吸引力直接拉满。第3个就是利率成本相对较低。我们拿它跟一般信贷去比，股票质押的借款利率通常比较低。目前银行的股票质押年利率大概是2%起跳，券商大概是6-7%之间。那为什么可以比较低？因为相较于一般的信用贷款，你是有股票直接放在券商或是银行那边去做抵押的，所以可以拿到的利率当然也比一般的信贷还要低。那第4个就是灵活的借款模式，很多金融机构提供什么随借随还的这种服务，你甚至可以直接还利息不还本金，或是申请展延，资金的调度是非常弹性的。听到这里，你可能有点心动了，你一定会问，那我手上的股票到底可以借出多少钱呢？这里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质押率。目前法规的规定，最高可以借到前一个营业日收盘价的 60%。我们来简单做个试算，假设你手上持有市值100万元的台积电，乘上 60%， 你最多就是可以借到60万的现金。不过这边要注意啦，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股都可以拿去借钱。如果你手上的是流动性比较差的，或是全额交割股，或是价格波动比较剧烈的股票，金融机构是不会收的。大型的权值股的质押率通常较高，而中小市值的股票可能就比较低了。那股票质押还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申请呢？其实门槛并不高。第一个就是年龄的限制，通常必须要年满20岁以上，65岁以下。第2个，你必须要持有股票，你名下是有上市柜股票可以拿来做抵押的。那第3个就是你的信用是正常的，就是你在联征中心的联征分数是要及格的。那我刚刚前面有说，可以向银行和券商去申请这个股票质押。那跟这2个金融机构借差别是什么？一般来说，银行的利率通常会比券商还低。但是绝大多数人其实还是喜欢找券商办理，为什么呢？因为券商的拨款速度极快，有些用券商的 App 基本上都可以直接线上申办了，而且最快1到3分钟就可以审核拨款。那银行通常需要几个工作天。不过如果你跟券商借有一个规定，你倒是需要留意一下。如果你是跟券商借，券商的质押每1年半18个月就必须要先还清本金，才能再做续借的这个动作。而如果是银行就没有这个限制，所以如果大家借根据是以手边所有的银行或是券商全部都去问一轮，哪一个资金利率还有手续费是最低的，就找那一家去借就好了。
接下来要讲这支影片最核心也最关乎你身家性命的段落了，这边大家就要特别留意了。借钱买股最怕的是什么？就是爆仓，这牵涉到所有股票质押的人都必须死背的一个公式，就是股票的质押维持率。那股票质押维持率要怎么算？公式非常简单，就是你股票的市值去除以你的借款金额，就会等于你的维持率。我们用刚刚的例子，刚刚假如我们用100万的股票去借60万出来，那我们去用多少？100万去除以60万，我们的维持率就是166%。那这边大部分的金融机构规定的生死线是几 percent？ 是130%。只要你的维持率低于130%，你就会面临到极大的麻烦。我们这边来试算一下，假设刚刚的例子，我们用100万借了60万，那60万呢去乘以130%是多少？是78万。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只要遇到股灾，你原本100万的股票跌到了78万以下，你的维持率就会跌破130%。那如果跌破130%，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金融机构通常会发出追缴通知，就是所谓的 margin call。这时候你只有3条路可以选，第一就是拿更多的股票去做补质押，第二呢就直接去拿现金去补缴保证金，第三就是偿还部分的借款。那这时候如果你两手一摊，跟他说我没有钱补，会怎么样？这边有规定，如果你在2个营业日内没有把维持率补回到安全的水位，隔天开盘，银行或券商就会毫不留情的把你的股票全部以市值强制卖出，就是所谓的断头。断头是最可怕的骨牌效应，股灾的时候大家会一起被断头，卖压涌现，会让股价跌得更深，所以绝对不要因为股票质押借钱是免费的午餐，你承担的是股票下跌的庞大风险。那除了断头风险，股票质押还有几个容易被忽略的隐患。第一个就是利率波动的不确定性，你的借款利率不是永远锁死的，当市场进入升息循环，你的借款成本就会跟着增加，这也会无情的侵蚀掉你的投资收益。那第二个就是隐藏的手续费和管理费，不要以为只有利息，在办理股票质押的时候，通常会有一笔账户管理费或手续费，那银行大概会落在3000元到2万元不等。如果你的借款金额不大，把这笔开办费算进去的话，其实真实的借贷成本是非常高的，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合约，它的手续费和开办费是多少。那第三个就是大股东的质押陷阱，如果你发现某上市柜公司的董监事，他们个人的股票质押比例异常的飙高，你就要提高警觉了，这可能代表大股东极度缺钱，企业的财务状况可能有潜在的危机。你可以去公开资讯观测站查看这些数据，作为你选股的避雷参考。最后我来做个总结，毕竟股票质押再投资是一种借钱投资的行为，大部分的散户投资人其实都不懂这种财务杠杆的风险。如果你把股票质押借出来的钱又拿去买股票，然后再质押再买股票，这种无限循环的开杠杆，只要市场一个反转大跌，你就会面临到连环爆仓血本无归的绝境。那么股票质押又该怎么运用呢？我觉得它应该是你优化资金运用的一个防守型工具，而不是进攻型武器。它最适合的场景其实是短期的紧急资金周转，或是防守型的投资。在动用质押之前，你应该先问问看你自己，我是不是根本没有准备好足够的紧急预备金？如果你决定要用股票质押，请记住以下几点铁律。第一个就是了解你这笔股票质押资金的运用在哪里。你要去投防守型的投资，还是你要去投高波动的股票进攻？这个是你在借款前就应该去想清楚的。那第二个就是不一定要借满 60%，你可以留一些余裕，把自己的维持率维持在一个比较安全的边际。那怎么样是安全的边际？假设你是要拿这笔资金去做股票投资，你可以先去查看这只股票或是这只 ETF 之前的波动率、历史波动率，再搭配什么？看看这只股票的 max drawdown， 就是最大回落。就算发生了最大的回落，是否你的维持率一样可以维持在 130% 以上？第三就是要有紧急备用金，一旦收到了追缴的通知，你要确定自己是有能力马上补钱进去的。那第四个去比较各家金融机构股票质押借款的利率还有手续费，手续费跟利率是会拖垮你长期投资绩效表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大家一定要去货比三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股票质押赋予了我们资金的灵活性，但同时呢，也考验着投资人对人性的贪婪和恐惧的控制能力。大家记得，量力而为永远是在投资市场里活下去的唯一真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希望这支影片能帮助你建立正确的质押观念。
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并将这部影片分享给你身边有在做投资的朋友。你们有使用过股票质押吗？在操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非常惊险的状况？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好了，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们下一集再见。感谢各位的支持，我的频道会员功能已经开通了。如果各位看了我的影片，觉得有帮助，可以点击下方描述栏的加入会员连结，用行动支持我继续创作。详细的会员分几项功能可以参考这一部影片。